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一个课题是关于命运，命运会指引你们去往何处。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第一组牌首先是这个圣杯三啊，拿着这三个圣杯的三个人，分别是关于你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你们命运的剧本里边，会有某一个年份连接你们的现在、过去和未来。命运的指引啊，正在引导着你们向那个人生的变盘点靠近啊！你们内心当中可能有某种隐隐约约的想法，虽然说现在那个想法还没有成型，但是你们隐约的感觉到有某种指引啊，内心当中的声音在呼唤着你们。这个时候呢，你们就像在黑暗当中摸索，没有地图和罗盘的指引，但是你们会隐约的感觉到这个东西在不断的呼唤着你们。在这种指引之下，你们会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不再散漫，不再随波逐流，不再人云亦云，而是你们会选择听从内心的呼唤，最终成为你自己。在你们的命运的这样的一个剧本当中啊，一定会有某个时刻、某个年份，也许是今年，也许是明年，也许是后年，你们会鼓起勇气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可能会让你们踏上一条少有人选择的道路，会让你们逆流而上，成为一个时代的逆行者，会有很多的阻力。但是你们要记住啊，你们生来就是与众不同的，你们的人生不会循规蹈矩啊，会在某个时刻发生突变，踏上一条追逐自我的人生旅程啊！这个时刻它终将会到来，命运会指引你们发生改变。宝剑九啊，你们内心当中可能会有一根刺啊，它就像一个梦魇一样一直缠绕着你们。如果你们要走出生命的牢笼，就必须要把那根刺拔出来。你们要突破这种创伤，修复这种创伤，把这种创伤或者说你们经历的苦难变成成长的养料。这个时候，当你们跨过它的时候，你们才能够突破某种命运的桎梏。所以说宝剑九，我觉得不要让任何人干扰、影响和阻碍你们的决定，要屏蔽掉周围的噪音，你们才能够听到命运的呼唤啊！记住，不要让任何人影响你们的决定。你们的使命，你们身上的责任只有一个，那就是最终成为你自己。所以说女祭司啊，我觉得你们可能是始终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一种疏离感啊，你们的性格里有着某种强悍的底色和未经污染的生命力啊，永远在感性和理性之间游走，有着某种超乎常人的智慧，能够看到事物发展的本质其规律。而且你们拥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就是在你们的世界里边，你们的自我实现和自我成就是比任何事情都要更重要的，你们的精神是自洽的。所以说如果抽到女祭司啊，我觉得命运可能会把你们的人生引导至某种特定的身份和职业，比如说老师啊、精神导师啊、心理咨询师，或者说从事某种神秘学有关灵性的领域。因为你们拥有这种能够看穿人心的能力，你们对于这个世界有着非常敏锐的觉察力，所以说你们未来的人生使命可能就是会去启发和引导别人，提升他们的精神感知力。这个圣杯国王啊，这个水象特质的国王啊，巨蟹座、天蝎座或者说双鱼座，同样有着很强的共情能力啊，能够深度的理解你们人生的使命和意义。它会在你们命运的剧本里出现，引导着你们去到一个周围有很多水元素的地方，你们可能会和这个圣杯国王结伴而行，他当然也会向你们发起邀请，一同前往某个地方。你们也可能是在一个周围有很多水元素的地方遇到这个人，然后你们会发现他恰好要和你们去往同一个地方，你们两个人恰好有着相同的目的地和使命。所以说我觉得在你们的剧本里边啊，你们会和某个人达成一种深度的合作绑定，他会向你们伸出一只手，把你们拉出泥潭。命运引导着你们和某个人建立一种深度的合作和利益绑定，你们会经由这个人达成更高的人生成就。所以说你们要有这种合作的意识啊，要有一种资源整合的意识，优势互补的意识。你们要认清自己，看清你们的优势和短板，然后才能找到一个和你们互补的人，共同成就一些事情。所以说星币10我觉得就是告诉你们要学会合作，学会分享啊，
通过一些自然而然的关系、共同的经历，建立一种信任。只要你们有这种想法，命运自然会引导你们找到这个人。所以宝剑八，我觉得命运还会引导着你们去打破某种思维的固化的思维模式。有的时候困住你们的不是环境，而是你们的信念，你们的限制性信念，就总觉得环境或者说条件不允许，其实是你们自己不允许自己打破这种束缚和限制。你们的潜意识在不断的暗示自己，否定自己啊。所以说宝剑八，命运的指引会推着你们去打破这种思维的禁锢啊，让你们的思维重新跳动起来，让你们能够接纳自己原本的样子，走自己想走的路，而不必顺从某种世俗的价值观。不要隐藏自己，也不要小心翼翼地活在人群当中，你们应当去发光，而不是被照亮。宝剑一啊，命运会指引你们完成某种思维的觉醒啊，这种思维的觉醒之后，你们会重新找到自己人生的节奏。当你们的思维开始发生转变的时候，潜在的道路就会显化出来。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原来命运早就给你们安排好了一条道路，只不过它被隐藏起来了。你们必须要转变自己的思维，才能够看到这条道路。就好像是你们之前一直在被蒙蔽在某种黑暗当中，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那么这张宝剑十啊，就是在你们命运的剧本里边，可能会有一个人深深的伤害了你们，或者说这个人以爱之名，利用你们对他的盲目的信任去剥削、损害你们的利益。这个人的出现会给你们的人生带来一次巨大的挫折啊，但是恰恰是因为这种挫折，会让你们看清楚这个世界的黑暗的一面，而这种治愈和成长，它都始于看见。通过一个人，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够让你们看清楚自己内心当中的脆弱、黑暗、失控。这个时候，你们也就看见了力量、光明，还有那种最真实的渴望。所以说，当你们被某个人被一段人际关系所伤害的时候呢，我觉得黑暗可能也是你们人生当中的一个课题吧。就是你们需要经历人生的挫折，看清楚这个世界的黑暗面，你们才有能力，你们才有力量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所爱的人。这种黑暗才能够让你们真正的成长，让你们拥有某种我们所说的英雄主义吧，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去拥抱它，去热爱它。同时你们也要相信，命运在你们人生当中安排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它都有其意义所在。所以说不要过度的去纠结和执着于这些事情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也不要问为什么，去接纳他们的流动。不要让这些事情成为你们的阻碍，也不要让这些事情成为你们的某种执念。你们要把它们融合成为你们自身经历的一部分，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更快的成长，才能够拥有更多的力量，保护自己所爱的人和事。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星币八，我觉得命运的指引会让你们找到那个你们真正所擅长的那个事情，那个技能。你们未来的话可能会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一个手艺人，类似于用某种技能赚钱，用一次就赚一次钱，某个技能不断的反复的打磨，而且赚钱这件事情对于你们来说呢，它就是水到渠成的。你们生来就特别擅长某件事情，比如有的人特别擅长换位思考，特别擅长聊天，拥有非常敏锐的情绪的觉察能力，比如有的人能够一眼看到事物的本质其规律，拥有非常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有的人天生对于美有着超乎寻常的感知能力等等啊，就这组牌你们要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一定有这样的一个领域和行业，你们有着过人的天赋，能够快速上手并且精通。宝剑四呢，你们的人生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有一点像是那种卸甲归田的感觉，放下所拥有的一切，踏上一个追逐自我的人生旅程。它是有一种精神层面的返璞归真，回到一种简单的生活里边，少即是多。就是你们的人生在逐渐的变得复杂、变得多样化、多元化的过程当中，当它发展到了某个点的时候，你们就会重新回到那种最简单的、最极致的状态。
类似于在城市里厌倦了那种每天的奔波劳碌的生活之后，你们可能会回归田园，回归大自然，回归到一种最简单的生活状态里边。魔术师的话呢，我觉得命运会让你们未来在某个地方扎根啊，可能说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很自然的、很原生态的地方吧，有很多的植被，或者说你们的前半生在不断的漂泊、辗转、动荡，但是最后你们会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你们会在那个地方扎根啊，所以说你们的人生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折点，在不断的漂泊不断的选择自由、旅行、探索之后，你们的心会真正意义上的，可能你们会爱上某个地方会深深的爱上某个地方，也可能是会因为某个人而留在了某个地方。这个时候你们会真正意义上的定居下来，然后这张魔术师其实也是你们会找到一种人生的使命和意义。魔术师的另一个层面的解读就是，如果你们想要实现某种宏大的愿望，一定要先打下某种扎实的物质基础，然后才能有一种更高层面的精神追求。这张牌也暗示着，如果你们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想要实现自我追求，那么你们必须要有一个扎实的物质基础，就是你们的前半生，无论你们想做什么，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就是赚到足够的钱。命运的指引啊，想要通过这组牌告诉你们，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无论你们做什么，一定都要以搞钱优先，要有一个定期储蓄的计划，不要成为物质的奴隶啊！物质对你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实现目的和梦想的工具，你们会去利用它，而不要被它所困，不要对它有执念，要对金钱有客观的认知啊，既有渴望，也拥有放下一切的魄力，这就是你们要达到的一种状态。而权杖侍卫呢，我觉得你们的人生啊，它将会是一个大大的轮回。命运的指引啊，可能会在你们人生的后半个阶段，你们反而会去实现某种小时候的心愿或者说梦想。所以我刚才的时候就强调了，你们的人生是在长途跋涉之后的返璞归真，也暗示着命运的指引，它会让你们转一个大圈。不要觉得自己的梦想不切实际，只要你们敢想啊，宇宙就会指引你们，让那个梦想显化在现实当中。所以说你们会转一个大圈吧，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最终又回到某个地方，回到你们最初出发的那个地方。等你们回到那里的时候，看似兜兜转转一大圈，回到了原点，但是你们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所以说在命运里边，你们永远怀有真挚的热情，保持一种理性和感性的微妙的平衡啊。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你们可能会经历某个阶段，丧失了对于生命的热情和渴望，对未来缺乏希望，感到麻木啊。就是你们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真空期之后，可能也许有一部分人会经历一个情绪的低潮期，抑郁、自我否定、自我矮化，但是你们最终会走出来。等你们走出来之后，你们会更加珍惜生命当中的美好，并且你们会意识到这样的一件事，就是也许你们不会喜欢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东西，但是总有一部分美好能够留住你们。所以说这张 polarity 啊，我觉得就是命运，你们的命运会有两部分，一半是冰，一半是火，你们的生命会在某个时刻实现一种极致的转变。而 passion 这张牌啊，就是你们的生命会从一种极度的封闭的向内收缩的内敛的状态里边，在经历了一些事情或者说思维的转变之后，会达成一种自我和解。然后呢 passion 啊，你们会重新燃起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渴望，你们想要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想要向这个世界证明自己的价值，展示自己，全身心的释放自己，然后会经历这样的一种风格的切换，甚至你们的性格也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变化，从内向变得外向，类似于是二次发育。你们人生的上半段可能会比较坎坷啊，会遭遇到一些环境、人际关系以及原生家庭所带来的问题。但是我从这组牌里边，其实我看到了你们身上是有一种勇气的，这种勇气就是不认命，一种逆天改命的勇气。因为你们发自内心的认为苦难和挫折还有那些失败并不能够定义你们，它只是你们成长的注脚，你们最终会超越这些苦难、挫折和失败，把这些苦难、挫折和失败变成你们身上的一种勋章，然后你们的生命会在停滞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次的开始流淌，
你们的人生有非常强的可塑性，不断的流动，也会不断的，你们可能会不断的切换你们所从事的行业、居住的环境，最终找到你们真正能够匹配你们的环境，找到你们真正所热爱的事情啊。所以你们要接受，它一定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有一个探索的过程，它需要时间。你们要耐心一点，不要气馁。你们最终一定能够找到你们的使命、意义和人生方向。你们人生的路径会在摸索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延伸，最后变得清晰起来。那么这张 celebration 啊，就是在你们的命运当中，你们是那种能成大事的人啊，成大事一定要不拘小节。对于你们来说，不要过度的沉溺于细节，这样会影响你们对于宏观的视野和把控。要拿出舍我其谁的气魄，不要懈怠，保持行动的惯性，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呢，你们必然会是一个长期主义者，就是你们的事业是在后半程开始发力的，类似于是大器晚成的大后期。这个过程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循序渐进，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追求才能够有所成就。所以你们必须要具备那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毅力，甚至是会有一种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权杖1啊，在命运的指引里边啊，你们可能会成为一个像大女主一样的事业型强人。你们的人生会在边想边干边优化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在你们的命运当中，你们的优势是你们具有某种勇气，去打破一种不断重复的、不断循环的生活的这种勇气啊。我觉得这张牌就是在告诉你们，你们并非池中之物。你们的人生一定要来到一个大的舞台上，才能够充分的释放自己，不要拘泥于一个小的城市，不要拘泥于某种人际关系，同样也不要被自己成长的环境、原生家庭困住。你们要不顾一切的去到一个更大的舞台上，你们人生的旋律就是不断的进取，扩展自己的人生边界。所以说也千万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啊！你们自身拥有非常大的潜力，你们的野心很大，有一些大的想法，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契机来配合，所以说要保持耐心。而且呢，权杖1的话，我觉得你们内心当中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宏大的愿望和想法的，在你们人生的某个阶段，可能就会去做出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甚至这个决定会遭到周围人的反对啊。但是你们偏偏是那种一意孤行的性格，一旦认定了某个事情、某种目标，绝不会轻言放弃。所以说你们的人生是，我觉得它的特点在于你们的人生是不会妥协的，因为你们很清楚啊，一旦你们妥协，它就会像一个无底洞一样，一定要在你们有能力的追求的范围之内去追逐那个最好的结果啊，而且你们的潜力会超乎你们的想象。这张星币10啊，命运的指引啊，可能在你们追逐自己梦想和事业的过程当中啊，会水到渠成的组建一个家庭啊。在你们命运的指引当中，你们会拥有一个子女，作为你们生命的延续，给你们勇气和力量。而这张力量牌呢，命运的指引告诉你们，在追逐自己的梦想和事业的过程当中，你们可能会得到某种帮助。这种帮助可能是来自于某个贵人，也可能是你们的人生伴侣吧。但是它一定是和你们互补的一个合作伙伴，可能你们2个人会共同经营一个家庭，共同经营某种事业。这张力量牌它代表的是一种阴与阳的协调和平衡，会有一个人刚好能够弥补你们的短板，你们2个人的风格彼此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这头狮子就代表的是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力量，就是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啊，你们的成长往往是一瞬间的，这一瞬间你们会突然的意识到啊，你们的内在有某种力量去反抗你们不喜欢的东西，能够去对抗，能够去抗拒某种世俗的压迫，能够有力量有权利去拒绝你们不喜欢的一种既定的人生安排，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
并且命运的指引还告诉你们啊，宝剑六这张牌啊，你们未来是有可能会出国的，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可能会未来会涉及到一些跨境的跨国的业务啊、贸易啊，你们需要在2个不同的地方，甚至是2个不同的国家来回的奔波啊。我觉得宝剑六呢，它其实也是一种命运的指引啊，就是告诉你们一定要走出去，一定要去到一个更大的舞台上，更远的地方，不断的扩展自己的眼界和见识。你们走得越远，你们走的路越长，你们得到的资源和机会就越多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看到的风景和美好也就会越多。不要把自己困在某个地方，你们永远值得更好的。人的本质它就是过程，就是经历啊。人只要一经历就打开，一打开就强大。所以说，只有当你们不断的把自己置于一个复杂的环境当中，把自己置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当中，你们才能够克服恐惧，勇敢的去经历。这个时候你们才会变得成熟起来，整个人才会充满魅力，才会在每一个更大的年龄段啊，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见识和能力。那么这张 Delight 啊，就是在告诉你们啊，命运的指引啊，你们的人生的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无论怎样，你们不要忘记你们自身的体验和感受，你们自身的快乐和幸福才是最重要的，不要过分的委屈自己。永远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允许自己幸福，允许自己快乐，永远去追求那些让自己感到快乐和幸福的事情啊。第2张牌是 Beloved， 这张牌命运的指引告诉你们，在爱情的这个课题上啊，我觉得你们要选择那个真正深爱你们的人，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你们会在你们爱的人和爱你们的人之间去纠结，但这张牌告诉你们，一定要选择那个对你们坚定的选择你们的人。当然如果说能够找到一个既爱你们又是你们爱的人，那是最好的。但是如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话，优先选择那些坚定的会选择你们、偏爱你们的人。Beloved 这张牌呢，也可以是命运对你们的偏爱啊，就是命运的天平会向你们倾斜。你们的生命当中会有一个人，他会成为命运的使者，他出现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就是来保护你们的。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他会成为你们的避风港。那么这张 Awareness 就是在你们的命运当中，你们会在某一个时刻觉醒，你们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的意识到你们的命运将会以怎样的形式呈现，你们的这种意识会显化出来，就好像是你们在一个浑浑噩噩的状态和环境里边生活了好久啊，整个人变得越来越麻木的时候，你们会突然的意识到你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情绪了，你们可能反复的被困在一段关系里边，或者说被困在了一个环境里边，一直委屈着自己。所以说在你们经历蜕变和觉醒之前啊，会先经历一个混沌和混乱，接着你们会开始厌倦自己周围的一切，这个时候你们就会拥有一种放下一切又重塑一切的决心，那这个时候你们就真正觉醒了。那么这张 Miracles 啊，命运的指引想要告诉你们啊，在你们生命当中会显化出很多的奇迹啊，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天无绝人之路，你们也一定要相信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你们的人生会不断的经历一个绝境，然后又从绝境逢生。就是说每当你们的生命显化了一个挫折和阻碍的时候，其实这都是命运认为你们可以跨越它，所以才会显化出来。所以每当你们跨过一道坎儿，你们整体的这个生命能量就会提高一个维度和层次，你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突破自己的边界啊，实现一种自我跨越。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